Hello，大家好。首先呢，先祝大家节日快乐。时间过得真快，2025年很快就要结束了。那希望各位呢，在新的一年里面健康平安，事事顺心。这几年呢，很多人都在聊的话题就是，现在利率这么高，应该是要租房呢，还是要咬咬牙买房？再加上呢，美国最近的一连串的这个法案呢，对房地产和遗产税的影响，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？首先呢，我先讲个小故事。1990年的时候呢，小丁27岁，在美国 New Jersey 呢买了他的第一栋房子，价格呢是25万美元。那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，这栋房子涨到了40万美元，他把房子卖掉了，换到更好的学区房。10年之后呢，小丁又把这个房子给卖掉了，那成交价呢大概是82万美元。卖掉之后呢，立刻把钱呢滚进了第三栋房子，那购入价呢大概是90万美元。又过了10年，卖掉了，成交价呢是99万。那小丁后来就变成了老丁了。第三个房子卖掉之后呢，他买了他的第四栋房子，那大概买价呢是106万美元。那3年后卖掉，以120万的美元卖掉。而这之间呢，他一共换了4栋的自住房，那房价呢累计大概有79万美元。但是在这几年中间呢，修房啊、维修这些成本呢，大概是10万美元左右。Property tax 呢，大概也付了35万。那卖了4次房子呢 ，agent 的 commission 呢，大概就付了10万块。然后再扣掉了第一栋房子买的时候呢，付了20% 的 down payment， 大概就是5万2了。这几年呢，在房子上面呢，就大概净赚了18万8。想一想啊，如果当年呢，小丁他不买房子，只租房子的话，我们来看看他的花费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美国住房与城市的发展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， 简称 HUD， 它公布的公平市场租金，也就是 Fair Market Rent。那这个呢是2房2厅的官方的租金标准。那根据 HUD 它的公平市场租金历史显示呢，新泽西州呢大概2房2厅的租金呢，从1990年大概是每个月592块钱，增加到2018年大概是一个月1375块钱了。那显示租金呢，在过去30年当中，它大幅度的增加，反映了市场的需求、通膨与区域人口动态变化。1990到2000年呢，我就以平均600块来算小丁的租金，一年是12个月，再乘以10年的租金，一共是7万2。那2000到2023年，我用平均每个月租金1100块钱乘以12个月，再乘以23年，那就是30万3600块钱。再加上刚刚算的从1990到2000年的7万2，那租金呢总共就是37万5600块。好，那我再来说说呢，从3大理财的重点分析一下，到底买房好呢，还是租房好？第一个重点就是买房呢，它其实强迫了储蓄，可以累积资产。美国房价在过去40年当中呢，所有的这个州啊，它都是呈现了一个上涨的趋势，包括了 Louisiana 州呢，它都成长了194%。你买房其实呢，就是把这个每个月付出去的钱变成自己的资产，而租房子呢，等于就是把钱交给了房东，让房东去累积资产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你房贷呢付了10年、20年，你的 equity， 你的资产会越来越多。那还有呢，很多家庭甚至于把这个房贷早早就付清了。那第二个长期来看的话呢，房价呢通常会跑赢了通膨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说退休啊，或者是家里平时需要急用的时候呢，可以拿房子作为抵押贷款，拿一些现金出来，比如说做 cash out refinance、HELOC、home equity loan、reverse mortgage 等等。第四个就是房子呢是可以传承的，它也可以出租的资产。如果你不强迫储蓄的话呢，大部分家庭它的现金就会慢慢的用掉了。那相对的呢，租房子呢虽然是比较轻松，但是没有资产，而且呢没有资产，那当然也就没有增值的机会了。那因为不是自己的房子，所以呢也没有可以抵押的权利。如果一直租房，那退休时候呢，它的这个支出是无法下降的，甚至会更高，因为房租不断的上涨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想累积财富的话，要买房子；如果想靠房子对抗通膨的话，也应该要买房子。想以后退休生活更稳定的话，也应该是买房子。但是买房子啊，并不是人人都很适合的。所以呢，说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重点了，就是现金流的管理，谁适合买，谁适合租呢？首先呢，就是买房它的现金流呢，不是只有房贷哦，每年记得还要缴房产税，还有房屋的保险，还有维修费 HOA 等等。对很多家庭来说，买房等于就现金流压力的变大了。但是租房子的话呢，它有3大弹性优势哦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现金流它比较弹性，它每个月的固定租金，那不用担心有维修费啊，还有地价税这些额外的费用。那短期人生的不确定性，比如说可能会搬家，可能会换工作，小孩子还没有确定要读哪里等等。那还有就是很多退休族呢，他其实呢不想要扛这个维修的压力。那租房子的话呢，房东一般来讲是打理的一切，不用担心。不过呢，也要遇到了好的房东。那我们这边再聊一下如何能够判断自己能不能买房呢？
首先要问自己3个问题了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当前的利率下，你的月供和收入比例是否健康？一般的贷款公司或是银行呢，它会有一个叫 DTI 的 ratio， 就是 Debt to Income ratio，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负债和收入的比例呢，一般来说呢，不要超过 45%， 有些银行呢，甚至于会被要求到更低啦，比如说 40%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你要问自己的就是说，你在这个房子呢，至少会不会住5到7年嘛？那因为交易的成本高，所以房价短期的波动也大，那持有的时间太短了，它容易赔钱。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小丁的例子呢，我们还没有算说搬家的费用啊，光是中介的佣金和地价税就很可观了。第3个呢，就是头期款和紧急备用金是否足够了。买房子的时候呢，必须是要有头期款的，那一般来说呢，是房价的 20%， 那这样就可以避免银行要求你购买了 mortgage insurance， 而且呢，头期款放的越多，你的贷款利率呢可以更好。另外呢，就是要准备3到4个月的生活费，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呢，生活费可能会更高，因为房子变大了，那水电瓦斯费还有 internet service 这些都是相对的会比以前多，而且呢，至少要准备1年的房屋维修备用金，别忘了交屋的时候呢，还有 closing fee 这些费用。最后一个理财重点就是税务规划了。那买房有3大的税务规划的好处，第一个呢，就是说房子的利息和地价税呢，在当年的报税的时候是可以扣除的。房贷利息扣除的上限呢是75万，你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最多75万的贷款本金所支付的利息。那如果是已婚但分开申报的话呢，上限就只有37万5了。如果你的贷款呢是在2017年的12月15号之前的老贷款，那么上限呢就是100万。已婚分开报税呢，则是50万的贷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。那另外呢，房屋税就 property tax 呢，它也可以部分的抵扣的。目前呢，联邦层级上的上限呢是1万块钱。第二个税务的好处就是自住房，它买卖的时候可以免增值税，就是 capital gain tax exclusion。过去5年当中住满2年之后呢，卖房子的话呢，增值的部分呢，单身的话最多可以减免到25万，而夫妻2个可以减免到50万。那第3个税务的好处呢，就是 step up basis， 也就是传承免大量的增值税。父母持有的房子在过世当天重新计算的成本价，让孩子卖房子的时候呢，可以少交了大量的资本利得税。简单的例子啊，比如说爸爸呢，他当年买房子的时候，房子的成本是30万，那他过世的时候呢，房子涨成变80万了 ，step up 变成80万了。那子女呢，隔天以80万的价钱卖掉的话呢，完全是不用付资本利得税的。那因为没有增值，所以人住在里面的时候可以抵税，那房子卖掉之后呢，免部分的增值税。那人过世之后传承的话，也可以免大量的增值税。那租房来讲的话，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税务的好处的。那租客来说的话呢，租金完全无法扣税，没有增值，也没有免税额，也没有 step up， 也没有遗传的好处，100%都是支出，不是资产。我们再回头看看刚刚小丁的例子啊，虽然说这之间呢，他从房子里面赚的钱不是太多，但是从资产的累积的角度，还有税务的角度来说呢，都是很值得的。那最主要的呢，是不用担心房东啊随时要他搬家，还有因为有自己的房子的话，可以随心所欲的布置。那如果有孩子的家庭们呢，孩子呢在自己的房子长大，也有一些归属感。那还有就是房子传承给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资产。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人是不适合买房的，比如说呢，刚搬到美国，他不确定是否适应的环境，还有刚换了工作，收入不确定，头期款勉强凑齐，现金流有压力，或者是未来3年之内他可能会搬家的朋友们，如果你符合以上的这任何一项呢，我觉得先租房应该是比较合适的。那租房呢，适合了短期、过渡期和现金流紧的人。希望这个影片对想买房子朋友有些帮助。那在美国想买房子朋友也欢迎咨询 GMCC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oration， 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贷款，包括了查收入的、不查收入的、自住房、投资房、重新贷款、信用分数不好或者首付低，甚至于外国人、新移民等等不同情况的贷款呢，我们都有方案。谢谢你的观看，请点赞、收藏、转发和留言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